家好，欢迎收看《玩就玩具》，我是雾，我是天豪。今天呢有一股味道，邪恶的臭味。今天我们要玩的乐高啊，非常严肃、黑暗、痛苦。千豪拿出来，这种邪恶的东西交给千豪就对了，因为我们千豪的心够纯真，不会被邪恶的东西所影响。10333魔戒巴拉多。虽然魔戒是我们很早期的作品，但是魔戒跟我们哈利波特的电影都是在同一年的时候上映，2001年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就分成了两派：魔戒派、哈利波特派。我是完全不知道有这派，可是现在想一想，我就是魔戒派啊，这是吧？那今天这个巴拉多，请千豪来帮我们娓娓道来。我们熟知的那个魔戒的故事，它的时间点是第3纪元。这次的这个巴拉多呢，它是索伦在第2纪元的时候建造完成，就是它一直都潜伏在中土大陆的这个东南方，就是摩多这边。这个巴拉多的要塞，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气派画面的描述，就是在《王者再临》里面，它就是这样环绕着上去。我记得电影里面的设定是有900多公尺，然后里面可以容纳甚至有到数万的超级黑的要塞。巴拉多我们觉得它都很经典，可是其实我们对它的这个认知算是有点有限，因为我们就是看到它外面嘛，可是里面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就不太知道。这次的乐高我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诠释，所以我们之后可以再来看。小说的原著里面呢，是把巴拉多形容充满仇恨啊、杀戮，就是中土大陆所有的邪恶之本源。那魔戒的乐高呢，其实是2012年到2014年这中间有出过几款。其实那个时候玩魔戒乐高的人，对于索伦这一派的势力最远，就是到索伦领土的咽喉，叫做黑门的地方。那时候出一个叫做黑门的合组。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魔戒重新再出了瑞文戴尔，我们就是好像把冒险就拉回这个魔戒远征队。现在2024年巴拉多推出，我们往邪恶的这个深入的冒险呢，就越过了黑门，然后直接直捣那个索伦的核心。大家卡在这个黑门，不得其门而入。明明摩多近在眼前，到现在我们准备进入巴拉多，我们就马上来看到它的外包装的部分。它这次就是走一个 LEGO Icons 系列，针对大人的这种乐高迷去做它整个封面的设计。它是全黑底嘛，再用橘色的这种火光凸显它中间的这个巴拉多的这个巨塔。右上角呢还有一个巴拉多的剪影，组完之后呢是有83公分的高度，零件数有5471片。转过来背面呢，也等于是巴拉多的背面，背面的细节的展示，还有分层的结构。想要移动的话，都是可以先拆解之后再移动，会比较方便。接下来看我们盒子的顶部，就是这次附上的人偶。这次的人偶呢，总共有10只，一半都是半兽人。最特别的什么？首度人偶化的索伦，魔戒故事的大魔王，到2024年才真的乐高人偶化。那我们就直接打开来看到里面说明书的部分。这次的说明书呢，总共有3本，它在说明书的一开头都会写说这个部分的一些介绍。在第1本的说明书里面还有巴拉多的故事背景的设定。接下来呢，就进到了场景的介绍跟人偶。就是我们拼搭的过程之中，其实说明书里面都有很多蛮有趣的小细节。它有一些零件是特别为了这次才做的，还有一些电影人气角色的台词。我那时候在玩的时候是觉得说，好像就是索伦一直在监视魔戒远征队。如果魔戒远征队9人是一个男团的话，索伦就是那个可怕的粉丝。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请千豪来帮索伦盖这个超级要塞。这是我们这个巴拉多呢，就是83公分。可是我们呢是从一个很稳的地基，然后这样慢慢拼上，整个在玩的时候的体验非常踏实。那我们现在就从整体的外观来看，其实我那时候在拼的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暗，就是很多黑色的砖块，然后就一直印指纹。像它岩浆这边其实已经蛮亮，然后这里还有做一些岩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要塞。上面呢这边还有一些火焰，就整体来说比电影里面的色调亮上许多。拼完之后可以看到它一些细节的设计，我觉得还蛮不错。这次呢设计师在巴拉多
多很多城墙的斜度、角度的堆砌都用了蛮特别的方法。最一开始的底部呢，算是这一组最亮眼的地方，因为这边就是利用很多像是橘色还有黄色的透明零件，去营造出岩浆在流淌的那个感觉。一层式的这种橘色的透明的零件，它一共用了63个，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吗？算是相当的豪华，就之前没有这种零件，就是它有很多透明的，把那个岩浆的层次堆砌出来，蛮厉害。整体来说，底部也是一个蛮有看头的地方。1楼的这边呢，它可以利用侧边岩壁隐藏的石头去打开它的大门，蛮多用那种很锐利的尖角去还原每个地方，就是它在一些小细节上面会拼一些像牙齿的零件。这边呢可以看到建材好像是木头，可其实不是，那个其实是岩浆的火光反射的颜色。因为说明书里面有提到说，他们有利用这些不同颜色的砖块去表现说射到黑色的城墙上面，然后也顺便在第2层这边做一个层次。它这边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岩壁的部分，这边也是下了蛮多功夫去做很多的角度的设计，还有不同大小的斜面的零件。再往上外观就是比较明显，就是塔的部分，它没有用上实质的窗户的零件，它是用橘色的零件，然后加上那种日条纹的那种零件去把它拼凑成像是门啊，还有窗户的样子，就是之前没有看过。再往上延伸就有一种越来越肃杀的气氛，就用了很多黑色的，很像那种巨大野兽的爪子的零件去点缀整个环状的塔身，然后再往上就是很比较多武器的部分，用武器去勾勒出它整体很有威胁性的轮廓。最上面呢就是我们的索伦之眼，索伦之眼可以动的幅度呢，意外的还蛮大的。那它旁边这2个橘色也是因为索伦之眼照到了，所以才变这样。虽然它很多尖刺的构造，可是它蛮多的零件都还是用比较软的材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末日火山，最后佛罗多要把戒指丢下去的那个悬崖，巴拉多要到末日火山，其实用走的也要走很多天的距离。他这次是用一个额外的一个小的场景去做。转过来看它内装的部分，就是可以看到半镂空的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每一层的内装。我们就请千豪来帮我们介绍我们的第1层。那我们先来看到1楼的部分。我们城门打开之后，马上呢就通往了武器锻造室，大致上可以分成几个区块。右边的话就是岩浆从这边流出来，然后就在这边锻造武器。它的人偶有附上，就是它可以用铁锤打那个刀。像这边这个就是锻造剑放在上面，然后这边呢还放上了很多头盔跟一些武器，还有盾牌。然后过来这边呢就是一个超级恐怖的监牢，因为如果你不听话的话，它就可以把你放到岩浆里面。好过分！这边的整片呢就都是岩浆，从这上面看就可以看到很多齿轮的机构，因为像千豪刚刚说，这边就是有可以推城门的地方，然后你在转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2扇门的运作。我记得那时候设计师在里面说，这个机关就是简单高效，因为它其实没有用到太多很复杂的方向的变换，它就是运用齿轮的联动，带动这个拉杆去把城门拉开。这边还有一个小空间是什么地方？那里呢就是咕噜藏身的地方，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条鱼？官方的设定上是咕噜会藏在里面，上面也是一个小心机，就是这个巴拉多它离斯罗那个巢穴算是蛮近的。巴拉多这边出现一只蜘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边特别讲一下，上次我们瑞文戴尔是开了很多新规的刀剑，这次同样也有开新模防具的部分，这次有很多个头盔，然后有4种不同的造型，超级还原。山姆救完佛罗多之后，他们要伪装，然后要走去末日火山，他们那时候一开始就戴着那个头盔，里面真的是做的超像，觉得超级赞。这是每层要怎么相连接，它其实是用一个轨道，然后你可以把上面那层的凸出来的地方滑进去这个凹槽，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用很多平滑的剑去当做它的基底，我觉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2楼的这边呢，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就是我们对巴拉多的认知其实是蛮单薄的，这边就是出乎意料的地方。半兽人不是只能在路上吃干巴巴的面包吗？或是同类吗？如果是生活在这个巴拉多要塞里面的半兽人，你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吃饭，蛮丰富的，蛮像一个酒馆的，鸡腿有香肠，对啊，有啤酒桶，还有叉子，他们不是用手。中间就是一个很大的饭桌，然后附了3个椅子可以旋转。右边这里呢还有一个正在加热的大锅，那在墙壁上呢还有一个肉的菜单，上面呢其实就是 menu 的文字。这边还有工作台，上面就有一些刀啊，然后小锅跟很长的骨头。最右边呢就是美酒的部分，有一个酒桶。这边呢同样也有藏了一个小机关，你把这边这样拿出来，所谓的精灵3界：火之界纳雅、水之界南雅，还有气之界维雅。因为其实精灵3界讲白点也是索伦的阴谋，因为索伦的至尊魔戒可以远端控制精灵3界，还有人类的9界、矮人的7界。因为索伦曾经有一段时间伪装成好人，然后去打造戒指，让
让别人相信说这些戒指可以增强他们的力量。可是其实索伦的阴谋是，他最后用他的至尊魔戒可以去奴役前面我们提到的，像是人类9戒、矮人7戒跟精灵3戒的持有者，他可以用唯一的一个至尊魔戒去控制他们所有的人。所以像是我们知道的戒灵，就是人类9戒曾经持有9戒的人类君王堕落之后变成索伦的奴仆。不过呢，因为我们精灵呢算是聪明绝顶，加上自己的武功又高强，几乎都可以承受索伦那个恶意。他们可以运用戒指的力量，可是他们不会全然的依靠它。3楼索伦的空间应该算是当初这个巴拉多发布的时候，算是蛮重大的机关。嘿。哇，好帅！里面这个就是针织金球，它其实有2面的印刷，其中的一面呢，应该是索伦进攻刚铎的那个幻象。刚铎有一个很著名的圣白树，那时候圣白树起火，就是索伦那时候散播给亚拉冈恶意的幻象。转过来之后呢，就是哈比人那个带底洞着火的样子。后面的厅堂的部分就是用贴纸去展现它有一个延伸感的效果。后面的地图就是中土大陆的地图，地图上面呢还有印着索伦之口的头跟半兽人指挥官葛斯摩的头。象征着索伦想要占领中土大陆的蓝图。索伦的王座堆砌也是非常复杂，没错，算是很酷的王座。往上看呢，就是圆塔的部分，这边比较窄，这一次想要让这边的结构更稳固，它是利用那种插销的零件。索伦之口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密银甲，他在电影里面就是他拿那个密银甲去骗甘道夫说他们已经抓到佛罗多，这个其实在加长版里面才有。除了有密银甲、有卷轴，还有这边有戒灵的图案，整个很丰富之外，上面还有一个索伦很帅气的自画像。最后这边有着很多黑魔法，还有邪恶的知识都在这边。里面有很多藏书，它是用贴纸去点缀里面所有的，像是藏书啊、古老的卷轴、蜘蛛网，然后这里面还有骨头，它可以用贴纸很方便的去把它整个氛围全部诠释到位。中间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人类9戒、矮人7戒、精灵3戒，然后至尊魔戒。那它的楼梯也可以转，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全部的样貌。最后就是索伦之眼的部分，它除了可以移动之外，在这边利用这组的发光零件去控制它哪里想要亮。这次的索伦之眼用了大量的透明零件去构建它整个算是熊熊燃烧的状态。它中间那个瞳孔的部分，它是先用鹅黄色的圆弧的零件去拼出一个框架，再把黑色零件塞进去。在整体拼搭过程中，算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到我们的人偶的部分，半兽人就占了5个。其实我觉得他每一个身体上的印刷都还蛮不错。他拿的是热狗，他应该算是一个厨师长的角色，因为他包了一个最鲜艳的红色头巾。对啊，这只呢就是千豪说的，就是有那个锻造的，它本身就是副将，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刀就放在刚刚的锻造台上。里面呢只有一个是有名字的，就是他葛斯摩，严以律人，宽以律己，就是这个葛斯摩。那旁边这个呢就是我们索伦，它就是一个混沌的化身，因为它这次除了就是索伦第一次人偶化之外，它的这个零件也是超级酷。它的头盔连胸甲就真的超大颗的，这就是巨大的钉头锤，强悍的人搭配暴力的武器，就是一个无敌的存在。这个就是我们的索伦之口，它的嘴巴描述的异常的巨大，因为在电影里面也是，它的头盔也是非常的帅气。旁边就是我们的山姆跟佛罗多。山姆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山姆那时候要救佛罗多嘛，然后要跟巨大蜘蛛斯罗战斗，他那时候靠的呢就是凯兰缺尔当初给佛罗多的那个水晶瓶神圣的光辉。乐高官网有说，就是这组呢也会附上那个凯兰缺尔的水晶瓶，然后就有放在心上，然后后来发现钻石反过来拿，很聪明的，就觉得哇超有趣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佛罗多，他可以拿戒指或是他比人用那种短的宝剑。旁边的这个就是新版本的咕噜，跟旧版本的咕噜呢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脸部的印刷，旧版本算是比较狰狞，好像比较还原一点。然后旧版本的话手比较长，新的版本的话他手是用近期比较热门的零件。整个身形其实有不一样，新版的咕噜比较胖一点，旧版的脸真的比较在，就是比较坏。这是就附很多头盔，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头盔就是放在他们的头上。千豪，你觉得这一组乐高跟瑞文戴尔，你觉得它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先从数据面来比较，以零件数来说，瑞文戴尔是6167片，然后这个是5471片，其实就是第8大跟第16大的差别。蛮有趣的是，那时候瑞文戴尔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第8，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都还在卡。对，组完之后的最大规格，瑞文戴尔是72公分长，然后这个是83公分高。设计师的数量，瑞文戴尔有9个设计师，这是1个设计师，所以我觉得有影响到整体的，不管是架构啊，还有里面设计的一些零件的堆砌，我觉得都稍微有一些影响。再来的话就是新的零件开模的部分，像瑞文戴尔的话就是刀剑，这个的话就是头盔，两个算是伯仲之间。价钱的部分，官方的定价，瑞文戴尔是14999，这个呢官方定价是14499，差了500块。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我觉得设计师
多寡可能真的有影响。他那时候瑞文戴尔他是结合了蛮多不一样机关的结合，就有一些蛮聪明、蛮意想不到的设计。就是瑞文戴尔那个时候，它有很多地方是你在拼的时候，觉得这怎么可能想得出来？这次巴拉多的话，相较于那种拼搭对于零件运用的惊喜感，没有瑞文戴尔的时候那么深刻。当初瑞文戴尔给人家很厉害的感觉，就是因为它很多的零件是用刚好的角度放进去。这组的话就比较是很直白的机关的呈现，两组的定位算是差异的很明显。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乐高10333魔界的巴拉多。各位玩具人有喜欢的话，麻烦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你对这个巴拉多有什么印象。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订阅玩具人频道，小铃铛开起来。最终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喜欢这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各位玩具人看。玩具有玩具，下周再见，拜拜，拜拜。千万我先全身被邪恶笼罩着，你就学着享受吧，学着沉浸在索伦的淫威之下吧。哎呦，毕竟你已经成为他的奴我已经隶了。成为，对，我已经是索伦的奴隶了。